江开，江开，江开，赶紧醒醒，官府来发媳妇了。别吵，再让我睡会儿。哎呀，赶紧的，要是去迟了，状的都被选完了。快走！哎，真的发媳妇吗？今天说是发媳妇，应该是真的吧？真好，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，我喜欢那个，我喜欢那个，那个。哎，看见了没？那些都是敌军的女眷，犯人的家小，都是过户要挑的媳妇儿。你一会儿好好选选啊。就这两个，看着还不错哎。不过穿越到这兵荒马乱的朝代快1个月了，我连自己都快饿死了，哪还养得起媳妇儿？哎，我看还是算了。恭喜宿主绑定好感度系统，已检测到可攻略对象。只要宿主提升可攻略对象好感度，就能够获得系统奖励、神奇丹药、装备技能、稀有物资，应有尽有。筒子，你终于来了！这么说，只要我提高这2个人的好感度，就能得到奖励？没错，请宿主努力。大家都赶紧选啊，别耽误了官爷的时间。记住，大家一定要挑这个壮实的、好生养的啊！没错，我可不想找个花瓶回家，我就要那个最壮的，我可不做亏本买卖。看中的媳妇儿，你敢跟我抢？那是我的，我的，那是我的，跟我的，跟我走，快，那是我的，我的，哎，走走走。姐姐，没人选我们，这是最后一个村子了，我们岂不是要被送入军中，不想当军妓？没事，别怕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选我妹妹好不好？求求你了！去你的吧！你们两个跟柴火棍似的，一看就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，谁要选你们？切！官爷，他们2个我都要了。你要选2个？对，2个我都想要。江开，你想什么呢？过半个月就是收税日，到时候可是要按人头交人丁税的，你还想选2个？到时候这税钱你交得起吗？我能，李正你放心。又一个被色心冲昏头脑的蠢货，你选几个倒无所谓，但你可想好了，1个10两，3个人头30两，到时候你要交不起人丁税，可就要被抄家发配充军的。多谢官爷提醒，我想好了，我就要他们2个。好言难劝该死的鬼，行，这2个人你领走吧。可你要是半个月后交不起人丁税，说不定还得我们兄弟2个来抓你。走，2位官爷慢走。你不是说不选吗？怎么还一下选了俩？而且他们一看就是不会干活的。不会干活可以学嘛。而且你看他们2个多可怜啊！如果不收下他们，我这良心上实在过不去啊。哎，你自求多福吧。2位姑娘，跟我回家吧。这里就是我家了，你们以后生活的地方。你们2个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江开，以后你们对我的称呼随意些就好。夫君，妾身苏锦言，这是我同胞妹妹苏锦瑶。见过夫君。锦言、锦瑶，好名字。你们等一下，我去拿个东西。姐姐，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生活了吗？既来之则安之，夫君看着像是个和善的，不管怎样，总比我们被充作军妓来的好。姐姐，要不我们跑吧？跑？我们2个弱女子在这个乱世当中能跑到哪里去啊？现在能有夫君选中我们，也是我们的幸运了。好吧。夫君，你都听到了。站好，别动。夫君，原来你拿斧子是为了给我们解开缚具啊！当然了，不会以为我要一斧子劈了你们2个吧？夫君，这缚具是官府为了防止我们逃跑才带上的，你就这么解开了，难道不担心吗？既然我选了你们做我的媳妇儿，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再说，要是带着这个，你们多遭罪。好了，先进去喝口热水，暖暖身子吧。姐姐。锦言，你怎么哭了？从我们姐妹2人被发放开始，就因为体弱又不会干活，一直被人嫌弃。夫君不仅选了我们，还如此信任我们，以后我们姐妹一定会服侍好夫君，以此来报答你的恩情。以后我也会努力的。好，咱们3个把日子过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苏锦言、苏锦瑶好感度突破，奖励发放中。奖励发放中，奖励宿主身体素质提升和寻宝技能。
哇塞，我感觉自己浑身都充满力量了，变强的感觉爽。还有这寻宝技能，也得尽快试试才行。二位娘子，我先出去一趟，家里有米，做饭就交给你们了。夫君，妾身等你回来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这系统给的身体强化能力果然厉害啊，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啊！寻宝技能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！我身上可背着30两的人丁税啊！寻宝技能开，这是后山的地图，每一道光柱都对应着宝物，这也太给力了！这要全找到，我岂不是发了？哎，离我最近的宝藏就在这边，我得赶紧看看。宝藏应该就在这里啊！宿主抵达宝藏附近，宝藏已锁定。看来就在这下面了。银子，这寻宝技能也太给力了！当前宝藏已收录，我哪还用担心半个月后凑不齐人丁税啊？来，系统继续。宝藏我来了！有了！乖乖，这么大的何首乌啊，看个头少说也是几10年的野生珍品，这要卖出去，哪止30两啊！好，时间不早了，娘怎么还在家里等我呢？回家。姐姐，这么晚了，夫君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别瞎说，夫君，他一定没事的。许是在路上有什么事儿耽搁了，他肯定没事的。景言景阳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夫君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啊，去山上走了一圈，耽搁了些时候，你们久等了。哎，好大的何首乌！夫君，这是你挖回来的吗？对啊，我还从山上捡到了3两银子，肯定是2位娘子给我带来的好运。等明天我去趟镇上，把这何首乌卖了，再给2位娘子添身新衣服。多谢夫君好意，只是过些时日就要交人丁税了。夫君还是节省些好。我跟锦瑶这身衣服还穿的，就不用买新的了。对，这人丁税的事，你们就放心吧，安心交给我。夫君以后啊，一定让2位娘子过上好日子。怎么不相信我？妾身相信夫君。好，你们只要听我的安排就好。来吃饭吧，我肚子也饿了。来，夫君。你俩站着干啥呢？吃饭啊！按规矩，我们得等你先吃完了才能吃。来，吃。这就对了嘛！以后别跟我讲什么规矩，咱们一家人就该坐一块儿吃饭。夫君，妾身为你。快吃饭。来，夫君，一会儿我来收拾这些碗筷，你就早点休息。景瑶，一会儿碗筷你来收拾吧，然后晚上你就睡侧房。今天晚上，我和你姐姐还有正事要办啊！我，好了，我吃好了。景言，你也吃差不多了。我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夫君，轻点儿。夫君，你起来了，姐姐呢？她还在里面休息。你先别叫了，让她多睡会儿。我去趟镇上，家里就交给你了。好。夫君这么勇猛吗？
姐姐都下不来床。哎，姐姐，你起来啦？感觉怎么样？啊？什么怎么样？哎，这些都是夫君弄的。你问什么问呢？过2天不就知道了？去吧去吧，干活去吧。无事药材铺，这里最大的药堂，在这儿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掌柜的，客官，看病还是买药啊？哎，都不是，我来卖药材。我这儿有一个上好的何首乌，掌柜的，你给长长眼。哦，客官，我且看看。这何首乌估计得有50年，品相也佳。客官想卖个什么价钱？哎，掌柜的，您是行家，您给开个价。20两，如何？20两，掌柜的，我是冲着你们吴氏药材铺的名头来的，你这也不诚心啊。那客官你想要多少？我这何首乌可是难得的宝贝，一口价50两。客官，你未免太贪心了些，最多了30两，不行的话，还请另寻买家吧。掌柜的，咱也不啰嗦，40两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好，40两就40两。掌柜的，爽快。好嘞，那我就告辞了。老板慢走，如果还有好药材，下次还来。好嘞。果然是因为战事的影响啊，3袋大米要了我6两，布匹和肉都涨价了。不过买回去这么多东西，简言和景瑶应该也会高兴。爸，我没骗你吧？我眼看这小子卖了株草药出去，足足40两，而且我跟了1天，家里就他一个人，咱们要是能把他拿下，干得不错，等会儿我分你1成。这系统给的身体强化是不错，不然这么多东西我一个人怎么也整不回去啊！回家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是。哎呦呵，小子身手不错嘛！劫匪，大意了，大意了！小子，快点把身上东西交出来，还能保你一条全尸。3个人强化后的身体应该能对付得了。奶奶的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没事，别慌，我们3打1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滚！好好好。我去，3个劫匪，这强化后的我还能应付得了？哎呀，不行，赶紧回家，以免再生事端。景言、景瑶，我回来了。夫君，你辛苦了。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啊，我今天的何首乌啊，买了40两。40两，所以我就多买了一些，主要买的是工具、菜和肉。咱们啊，要把这伙食改善上去，让你们2个好好补补身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给你们买的新衣服啊。这路上啊，回来的时候，我看这2朵花长得好看，就折回来了，送给你们。谢谢夫君，夫君真好啊。夫君，你没给自己添新衣吗？哦，当然添了。我呢，这是跑了1天，一身臭汗，所以打算洗洗澡，再把它换上。夫君，水我已经给你添好了，你去洗吧，这些我们来收拾就行。好，那就辛苦你们了。
君，夫君，你看，新衣服妾身穿上了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夫君，妾身想和你一起写。苏警员好感度突破，奖励寻宝功能升级，解锁幸运寻宝功能。昨晚太认真了，都没有注意到系统提示。哎呀，幸运寻宝，这又是一个什么功能呢？你醒了，夫君。你再睡会儿吧，昨天晚上也累了。解锁幸运寻宝功能。系统，这个幸运寻宝什么意思啊？顾名思义，解锁此技能后，宿主在寻宝时有概率触发幸运寻宝，触发后将标注更高价值的宝藏。哦，这么回事儿。那概率呢1%。那你这跟没有什么区别？请宿主相信自己的运气，人生还是要有梦想的。得，开始寻宝吧。收到，开始寻宝。恭喜宿主触发幸运寻宝，高级宝藏位置已标注。哈，这就找到了幸运宝藏。我果然幸运之子啊！走，撬开来看看，什么好东西？这就是传说中的幸运宝藏。我去，这么大野猪！走你！跟我斗，整不死你！哎，恭喜宿主收获高级宝藏金钗石斛，药材价值极高。金钗石斛，这不得几千两啊！这要出了手，一下不就财富自由了？回家。小妍，小瑶，小妍，快来！我回来了。这你打的？啊，我在山上遇到的大野猪，一会儿我就把这腿给你们卸了，让你们好好吃点儿，报销。夫君，你也太厉害了，战场上的将军也不过如此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你夫君是谁。好了，快进屋的吧，你跑了一天了。走吧。来，尝尝这个我秘制的猪腿肉，快试试。哎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好，开动吧。哎呀，吃得好饱，都怪夫君你做的太好吃了。哎，吃饱了就好。夫君，余下的猪肉明天卖了吧？你交完税之后，正好剩下的可以过冬。是，剩下的都卖了，咱们呢也吃不了那么多。不过啊，以后再也不需要饿肚子了。给你们看个好东西，看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夫君，我不通药草。这个叫金钗石斛，如果把它卖了，起码顶到何首乌10倍。10倍？那就是400两。没错，所以啊，以后不用再担心钱的事了。为夫啊，养得起你们。明日我要去镇上，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的？那夫君，我想要些针线跟棉花。天气越来越凉了，我想做些御寒的衣服。好，你呢？
我暂时没有想要的。行，那这战场就交给你们打扫了，我就先去休息了。景瑶，这2天我有些累了，要不今晚你替我一晚？啊？我？夫君别回头，是我姐。夫君，妾身给您宽衣。姐姐，哟，怎么了？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下不来床了。夫君呢？夫君一大早去镇上了，快帮我摘菜吧。好。得了便宜还没乖。你还笑我？哎呀，昨晚景瑶的好感度上升了，系统给的奖励，藏宝袋真是实用啊！否则我现在得背着个野猪满世界跑，还得拿着个石壶招摇过市。哼！检测到可攻略人物。就是这样。不好意思啊。看什么看？再看挖了你的眼！圆弧。这位公子，在下周军统领阮王圭，我对侍卫莽撞了，给你赔个不是。方才相撞，可有不是？周军统领不应该在边境布防吗？怎么会出现在镇上？哦，不妨事，不妨事，倒是小人冲撞了大人，赔个不是。他一直盯着我干嘛？总不能是看上我吧？公子，敢问你手中的这可是金钗石壶？啊，当然好眼力啊，正是金钗石壶。公子，不瞒你说，我此番出行正是为了寻找这金钗石壶，公子可否将它卖给我？价钱好说。哼，我说不卖能行吗？大人既然需要的话，也行。那500两如何？好，500两就500两。圆弧，拿钱。那钱丢了，丢了。你这不会买不成要抢吧？令牌？公子，出了点意外，银钱不足，拿着令牌抵押可好？此乃证明我周军统领身份的信物，届时我会带着600两银子赎回，如何？只要不是要抢就行。那便依大人所言。多谢公子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别过，他日相见，必将信守承诺。好。走得这么着急，难不成要拿石壶救人啊？哎呀，算了，跟我没关系。倒是希望他能把那600两真的还给我。先把野猪卖了吧，走。周军统领的令牌倒是不可能造假，就是不知道这牌子能卖吗？那可是600两啊！我把那野猪卖完了才60两。什么声音？那不是阮统领吗？这是遇上山匪了。不对，山匪再有能耐，他也不敢和周军统领动手。得，惹不起，溜了。圆弧，这里虽临边境，但没想到敌国间谍已经渗透到了这里。我今天受伤了，怕是凶多吉少。
这药你拿着，我是统领，他们一定是冲我来的。一会儿我给你争取时间，你务必把药带回去。不，统领，我来给你争取机会，你带着药走。圆弧，这是命令。我受伤了，这药只能你带回去，明白吗？不要让我失望。属下明白。好，快走。来呀！我走你！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是有600两银子吗？你疯了！我跟你说，对面都是敌国间谍，亡命之徒，赶紧走，别白白丢了性命。那我银子怎么办？银子重要，命重要啊！当然是命重要，所以我得让你活下来。但是回去要给我加钱。啊？还好藏宝囊能隔空收取，不然就被炸成刺猬了。这件事还有这铲子？哦，不重要，活下来就好。属下参见阮统领，圆弧告知统领遇袭，末将救驾来迟，望统领恕罪。起来吧。天不亡我，幸得这位江开大哥相救，所以相安无事。啊，多谢壮士。若是统领遭遇不测，边防必然减弱；若敌国入犯，必然死伤惨重。当不得，就是顺势而为。高银官，去取1000两来，赠与江大哥。这比我们之前说的价格高得多啊！你刚刚不是还说要加钱吗？怎么不乐意？行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哎，对了，令牌还你。那我就先走吧，后面咱们有缘再见。江开倒是个有意思的，我相信过不了多久，我们还会再见。回来的太晚了，景瑶、景言都睡熟了。哎呀，这也算独守空房了。景言、景瑶，你们别说话。苏景言、苏景瑶好感度提升，奖励寻宝技能升级，开启定向寻宝。哎呀，这美人在旁，衣食无忧，神仙来了，这日子都不换啊！江大哥，你这日子过得倒是潇洒。阮统领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景言、景瑶，这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阮望归，阮大统领。见过阮统领。江大哥救过我一命，两位姐姐不必如此客气。伤怎么样了？已经很利落了。江大哥，其实我此次前来是有一事相求。何事相求啊？江大哥可还曾记得之前卖给我的金钗石斛？记得。那我也不瞒江大哥了，其实我找这株金钗石斛是为了用来给知州治病。知州身体抱恙？准确的说是中毒，1个半月前被敌国间谍下了毒。若知州抱恙，州中大乱，敌国必然趁虚而入，所以我才会四处奔走，搜寻此物。王贵，那你今日找我，所为何事？既然你能找来金钗石斛，想必自然有你的手段。那我想委托江大哥再帮我寻找一株龙鳞衣。若有此物，
那知州的病便可彻底根除。报酬呢，好说，我给这个数500两黄金。黄金，500两黄金。系统，定向寻宝，能否帮我找到这龙灵衣？指令接受，开始定向寻宝。真能找到啊！这500两黄金和白送有什么区别？好。汪龟，你这个委托我接受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那就先。但是，我还有一个条件。江大哥，请讲。我的这2位妻子是我选来的官旗，她们被打上了奴籍。如果我找到了龙灵衣，希望望龟能帮我运作一下，取消他们身上的奴籍。好，此事我先答应你。好，那我没什么问题了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啊？那便明日一早，我来候着江大哥。好，那就明日一早。那我还有事，先告退了。好。夫君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你俩可是我的妻子。姐姐，我觉得口头感谢不够，得有实际行动。走，跟我进屋。等会儿，找到了，真的是他！南了，快走，这洞口要塌！望龟，你没事吧？我们这是……洞口被堵死了，咱们出不去了。不行，咱们必须要出去。周围石土不稳定，先别轻举妄动，保存好体力，一定有别的路可以出去。这下麻烦了。冷静冷静，想想还有什么办法。藏宝囊里倒是有不少挖掘的工具，或者干脆用藏宝囊把落石收起来。不行，随意挖掘会造成2次坍塌，就更麻烦了。江大哥，没想到我没有战死沙场，反而是和你被困死在这山洞里。别胡说，一定能出去的。江大哥，其实我挺羡慕你2位妻子的，有你这样的夫君。若没有战乱，没有家国重任，我或许跟他们一样，寻常嫁人，相夫教子。先别跟我说这些，我会把你带出去的，我答应的事情一定做到。如果最后能和你一起，也不错。放心吧。转忘归，好感度突破，奖励技能土遁术。土遁，这不就有救了？系统，爱死你了！系统，土遁。王龟，王龟，醒醒，王龟！咱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咱们出来了。咱们怎么出来的呀？你刚才昏倒的时候，我四处看了看，我还真发现一个地方没堵死，我就挖了挖，挖通了。刚才山洞里的事，我会负责的。夫君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。夫君？啊？万贵，这株龙灵衣咱们先带上山吧，咱俩的事儿后面再议。哦，对对对，走吧。走吧。
混账！夫君，像是被山匪流寇洗劫了。夫君勿忧，一路走来都没有看到两位姐姐，想来暂时没有危险。时间不长，我现在就去点队人马，一定要将两位姐姐救出来。系统，立刻帮我定位苏锦言和苏锦瑶的位置。指令接收，伴侣定位锁定中，目标锁定，已在地图标注。我知道他们在哪儿了，时间耽误不了，耽误1秒，他们就多一分危险。哎，夫君，大哥，歇会儿吧，兄弟们都快累死了。真是废物！行，原地休息会儿，都给我看见了。姐姐，我好害怕。没事，夫君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小美人儿，在这嘀咕什么呢？不如陪我玩一会儿啊！别碰我，信不信我死给你看？嘿，老子敬酒不是吃罚酒啊！畜生，给我滚开！夫君，哪儿来的小子？兄弟们，抄家伙！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都给我扔了，快点儿！兄弟们，遇到硬茬子了，快撤！夫君来了，夫君。锦言、锦瑶，你们没受伤吧？夫君神武，用2、3下就把那些混蛋打跑了。还要多谢阮统领相助，妾身谢过阮统领。姐姐不必客气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大家以后都是一家人嘛。哎，那个，王贵，我想找你帮个忙。需要我做什么？借我队人马，我要剿匪。剿匪？没错，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，这匪患不除，我也不能安心，还望你借给我。周军本就有剿匪除患的职责所在，其实你不提，回去我也会召集人马清剿。只是这山匪凶险，夫君即便你武功高强，身为百姓也不必亲自上阵吧？不行，我要亲自确认这帮匪患被剿除。况且锦言、锦瑶因此而受伤，我要是不亲自剿匪剿除他们，日后如何睡得着？你是？快起来！你是李正的女儿江幽儿。李正呢？山匪入村时，我爹带着村民们反抗，却遭了那群畜生的毒手。江大哥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我才能获救，无以为报。本不该奢求更多，但是血仇难忍，还请江大哥剿匪时带上我，就是拼了性命，我也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还有我们，此等血海深仇，不能不报。对，跟他们拼了！刀剑无眼，剿匪十分危险，你们可想清楚了？想清楚了，死我也要拉个垫背的。没错。好，那就让我们一起让这些天杀的山匪血债血偿。是，血债血偿。看来，即使我不同意，你们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一起跟周军行动。但是，我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你们只能在后方辅助，不能上前跟山匪正面起冲突。那我们怎么报仇？报仇的方式有很多，你们在后方辅助，让前线杀敌的将士们安心，也是报仇的一种方式。还是说，你们想白白去送死，让那些保护你们的乡亲们，那些努力都白费？他说的有道理，杀敌我们不如周军，但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办法来报仇雪恨。江大哥说的对，我都听江大哥的。好，那大家先回村子养精蓄锐，明天我们一起剿除匪患。是。夫君，吓死我了！我真以为你要带乡亲们去白白送死呢。还是望归考虑的周到。那事已至此，我就先回军营了。一来呢是差人送回龙陵一，二来清点人马，准备剿匪。好，我们回吧。夫君，
刚刚阮统领喊你什么？你别管了，回家吧。哼。事情呢，大概就这么回事儿。夫君还真是好福气啊，能得到阮统领的加薪。娘子们是何意思啊？事情发生的确实突然，但是阮统领一片真心，又与夫君共患难了。我跟景瑶并非不讲道理之人，自然愿意，只要夫君没意见就好。如此通情达理的娘子，让为夫碰见了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能遇见夫君是我们的幸运，如果没有夫君，我跟景瑶都不知道身处何种境地。今日夫君刚采完药，就去赶路救我们，明日还得上山剿匪，还是早些歇息吧。好。我和姐姐今天遇到这种事，心里害怕得很。今晚我们3个人一起睡好不好？好，一起睡。夫君，人马都已到齐，江幽儿和村民们也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出发，走。王贵，你怎么看？想怎么打？这些毛贼的战力虽然寥寥无几，但根据地利还是有些棘手。依我看，我先带一队几个身手好的人马，悄悄摸掉外围的哨兵，届时林外合，一举击破。只要没了地利，咱们正面击杀绝对不是问题。好计谋，不愧是将军啊！那这样，我去那边，你带人去那边，把他外围全部摸干净。好，你们2个跟我走。怎么样？搞定。好。啊！什么人？滴血！走你！好啊，原来是你这小子，居然敢带官兵前来围剿爷爷们！我将你碎尸万段，小子拿命来！大哥，大哥！怎么样了？匪战里都已经肃清了，少数逃跑的也被乡亲们拦住了。多亏江大哥给了我报仇的机会。好，江大哥，哎，这干嘛？怎么跪了？山匪毁了我的家园，杀了我的亲人，是你带着我们报仇雪恨。我等幸存之人无以为报，今日我愿带着所有乡亲们誓死追随江大哥，誓死追随江大哥，誓死追随江公子，誓死追随江公子。承蒙大家对我的信任，如果大家真的愿意跟随我，那我江某也一定不会辜负大家。阮统领、江公子，知州大人急令，召2位即刻前往州府。这就是知州。王贵，你眼光不错呀。爹，哟，小子，这就叫上了。晚辈江开见过父亲大人。这口改的倒是挺快啊。行了，不必多礼。你之前帮助望归从间谍手上脱困，又帮我寻药救我性命，还率民剿匪，屡立功劳，有勇有谋，当得我女婿。你跟望归的事儿，日后再议。先说说你想要些什么奖赏？父亲大人，江开也没有做些什么，而且能得到望归的芳心，已经是最大的奖赏。真是贫嘴呀！
不过我答应了的事情绝不食言。这样，这里有3样东西。这第1样是望归许诺给你的寻药钱，一共500两黄金。这第2样是你想要的身份证明，这样你家中的另2位妻子便不再是贱籍，你且收好。这第3样是前往京城的令牌。京城乃天子脚下，要比这边境安全富庶。但至于你去与否，由你自己决断。如果能去京城，简言和景瑶应该便不会遭此等凶险之事。多谢父亲大人，晚辈愿听父亲大人安排。好，王贵，如今边境有变，第5国的活动愈发频繁，你便随江开一同进京，面圣述职吧。是，父亲。好，时间也不早了，今天就在府里休息吧。好。夫君怎么了？平日可没见你像今日这般紧张过。不是，你也没说知州大人是你爹啊。那我要提前说了，可看不到夫君那般模样。好，你是故意的。干什么？早点休息吧，明日咱们还要早些起呢。好。喂，你这是？怎么了？不是说要早些休息吗？我们一起。你我私定终身，那就是正儿八经的夫妻了。又是见过了长辈，定了名分，当然要一起休息啊。景言、景瑶，过来。夫君，在外奔波一天，肯定累了吧？等会儿，我有好消息给你们。这个是知州大人给我的令牌，有这个令牌，我们就可以入京了。这2天咱们就准备入京吧。进了京城更安全，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山匪了。只要你去哪儿，我都跟着。那我们先吃饭吧。王贵，这京城的检查还真是严格。这里可是天子脚下，严苛些也是正常的，就是我也免不了。现已抵达京城，我需进宫面圣。2位姐姐，夫君就交给你们了。妹妹辛苦了。早去早回。那我们就先找个宅子住下。这位公子，买宅子是吗？您看看这套宅子，位于京郊，地方宽敞，环境清幽，价格公道，保您满意。看着是不错，也够大。可以买下来。不知能不能去实地查看一番？自然可以，自然可以。请。哎呦，没想到京城还有我没见过的美人儿，不知2位小娘子从何处而来啊？这位公子，我们只是无名之人罢了。今日有要事在身，便不奉陪了。无名之人，那就好办了。去，请2位小娘子过府一叙。不知公子这是何意？还不明白？小爷我看上这2位美人了。小子，识相的就滚远点，不然打断你的狗腿。上！好小子，有点本事，你知道我爹是谁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爹是谁，再打我娘子主意，老子要你的命！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我们走，滚！哎呦，公子，您惹大麻烦了。这赵霸是京中有名的恶霸，他爹可是兵部侍郎，官拜2品。您快走吧。走什么？宅子还没看呢，看宅子。夫君，
这不太好吧？娘子放心，不过是无名之辈罢了。有我在，安心。看宅子，带路。爷，这院子原是一宦官府邸，前不久因贪污入狱，宅子才到了我们手里啊。不过你放心，这位置和布置都是1等1的好，而且东西齐全，稍作打理就能入住。您看，可还满意吗？宅子不错，多少钱啊？承会200两黄金。200两黄金啊？200两，还挺贵啊。这是地契啊！从现在起，这宅子就归您了。行，你找人给我打扫一下，今晚我就要入住。得嘞，好。去吧。娘子们喜欢吗？好，那我们去转转。谨言，还在想早上的事情？夫君，都怪我们姐妹，初来京城就给你惹来大麻烦。那赵爸家中颇有势力，若是日后……是啊，万一他们来找麻烦怎么办？哎呀，你们都想什么呢？你们俩呢是我的妻子，保护你们天经地义。你们呢什么都不用想，安安心心跟我过日子。最好呢再给我生几个大胖小子。其实女儿也行。不对，还是要女儿吧。女儿呢比较好，儿子比较淘气。夫君，儿子也好，女儿也好，只要你想要，我和姐姐都给你生。走。这个赵霸呢，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在这个京城呢，我人微言轻，我必须得想办法，尽快的拥有立足的资本才好。该从哪儿下手才合适呢？是去寻宝、土遁、藏宝囊、水泥，哪个合适呢？哎，旺贵，回来了。夫君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这就是你置办的新宅子。这地段不错，环境也极优。夫君，你的眼光真好。还不错吧？不过我听说你在置办宅子的过程中和赵爸起了冲突了。没错。夫君，怎么了？我身上是有什么东西吗？旺贵，你说我要是有一个东西能一夜之间就筑起一座碉堡，皇帝会怎么想我？一夜之间，就能筑建一座坚不可摧的碉堡。夫君莫要奢想，即便是征发徭役数千，日夜不休，那也需要4年之功。世间哪有此等神物？还真有。此物名为水泥，由水和砂石混合而成，片刻之后便可成型，坚固程度不亚于石墙。一夜之间筑起一座城墙，绝对可以做到，并且成本非常低廉。夫君，这此物真有这么神奇？且你真的能做出来？看来你也是相信我吧。告诉你，我还真能做。这个东西叫水泥。水泥？夫君，我自是信你的。若你真能献上此等国珍利器，承宗御前，届时莫说是加官进爵，即便是在陛下的后宫，
我是说，必将简在地心，荣宠无限。如此一般，那也算在京城立下足，也就不会害怕赵霸那些阴谋手段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找材料。系统启动定向寻宝，目标石灰石。目标确认，寻宝中，位置确认，已标注在地图。我现在就去找材料。夫君，我同你一起去。好。寻宝技能指示的位置就是这里。哎，大人，要女人不要？两位大人，来这儿可是想寻买个人伺候？我这可有好丫头，手脚麻利，模样周正，还是个厨。我只要5两银子。发现可攻略人物。5两是吧？啊，对，我要了。谢谢大人，他以后就归您了。别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家费静白。姑娘，别怕，饿了吧？吃点东西吧。费静白好感提升，奖励技能抱拳。一点吃的就能把好感提上去，这小姑娘一定没少吃苦。慢点吃，不着急。你叫静白是吧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这附近看到过一种灰白色的石头，就是摸起来脆脆的，揉一揉会变成粉末状。见过。见过。好啊，那你带我去找他。听老爷吩咐，老爷跟我来。想不到，这天子脚下竟然也有这么多的平民嘛！大人有所不知，现在这世道哪里都一样，京城也没什么不同的。到时候炼制水泥，少不了大量人手，这些人倒是可以收来做工，也算是给他们一条活路。静白，我最近可能需要大量的人手帮我做工，不知你能不能帮我去找找看？我这边管饭，1日3餐一定管饱，并且还有工钱。怎么了？其他大人来这里找人做工，只管2顿饭都是仁慈，吃饱饭都是不可能的，更别说给工钱了。大人还真是奇怪啊！不过大人放心，只要能吃饱饭，有的是人干。好，那就拜托你了。走吧。江开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啊？江开，你可让爷我好找啊！啊，今天我特意请了一个高手，你不是能打吗？上次的仗，我们今天就老账新账算清楚。赵霸，我乃陛下亲封的周军统领，你敢在此放肆？一个阵前退下来的统领，吓唬谁呢？在我爹面前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！赵公子好大的威风啊！这不知道的以为你才是兵部侍郎，不是你爹呢。你持拳动手，给我废了他！好强的力道！夫君，这吃拳我有所耳闻，相传是江湖中1.1的拳法大家。今日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我来领教领教。正好是我的新招数。这个废物竟然输了！我们走。想走？哪儿去？找完事儿就想走？还不快滚！阁下好功力，是我技不如人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身手不错，脾气性格也比较汉子，不错，是条汉子。那你为何要去给那赵霸卖命啊？
多年前被兵部侍郎救过一次，就在赵家做了门客，以报救命之恩。眼下败给阁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动手吧。阁下这是……你现在也不见那兵部侍郎了，因为你已经死过一次了。我现在正缺人手，不如从今往后来我这儿干，怎么样？吃权，愿为老爷效犬马之劳。好，咱们走吧。带路。哎，走这边。刚刚被赵霸那混蛋一搅和，差点忘了正事。我要的就是他。夫君，这不就是普通的灰石吗？满山都是，这东西真能做出你说的那种神奇水泥啊？此物名为石灰石，没有人要它，只是因为没有人会用而已。好，明日便雇人开工，就在这儿建立窑厂，炼制水泥。希望真如夫君所言吧。今日这天色不早了，那我们便先回府了。赤泉，你的伤……无妨，伤势不重，回住处调息片刻即可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府了，明日见。恭候老爷。走。太医，我家八儿怎么样了？侍郎大人，令公子性命无碍。只是恐怕今后不能人世了。还请侍郎大人节哀。告辞。江开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景言、景瑶，这是静白，我新收的侍女。奴婢见过两位夫人。妹妹不必多礼，既是夫君带来的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这位妹妹长得还挺好看。静白，你也坐吧。多谢老爷。只是奴家已届婢女，和老爷夫人们坐在一起不合规矩，奴婢就站着吧。那便随你心意吧。你一会儿去找江幽儿，她现在是家里的管家，有什么不懂的，随时去问她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姐姐，忘归，你们说今晚该谁伺候夫君就寝了？啊，我离府面圣数日，那今夜自然该我陪伴夫君。忘归妹妹，你面圣辛劳，侍奉夫君可不是易事，应该在家休息，还是我来吧。啊，不必了，姐姐，还是我来吧。夫君，夫君，你说今晚想和谁一起？这夫人们且慢，今日啊不用你们陪伴，我独自休息。你们呢，好好歇着。夫君，夫君！三位夫人们，奴婢先告退了。静白，你怎么来了？老爷，您累了一天了，泡泡脚解解乏吧。没事，静白，我自己就可以，你早点休息吧。老爷，让静白伺候您吧。谢谢你啊，静白。伺候老爷是奴婢的本分。
坏了，被出家了！费静白好感度突破，奖励锚点传送。静白，这2天工人采矿的进度还挺不错的。那是当然了，他们啊吃饱饭，有的是力气啊。啊，他们都说呀，老爷您是个大好人呢，只要能吃饱饭，他们随叫随到。老爷，您交代的事情都办得差不多了。哦，这么快就组建好护卫队了？按照老爷的吩咐，挑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干净人，这2天在我手底下操练。估计再过个10天半个月就能有点战斗力。好，窑灶建的怎么样？窑灶也建得差不多了，有几座已经可以投入使用了。好，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开始尝试炼制第1批水泥了。是。江开，赵侍郎兴师动众，所谓何事啊？我要杀了你！赵侍郎，好大的口气啊！江开，你私炼毒物，我儿心怀百姓，想要阻止却被你断子绝孙，实属罪大恶极。本官今日要为国除害！为国除害？好大的口气！上旨到！陛下有旨。宣江开即刻入宫觐见。是。侍郎大人，你说我毒害你的儿子，私炼毒物，刚好陛下要见我，不如我们一同去，一同面圣，让陛下裁决如何？去又如何？请。草民江开参见陛下。发现可攻略对象李小云。可攻略对象？皇帝是个女的。江开，朕身上有什么好看的？陛下，臣望陛下天姿国色，龙威赫赫，一时望得出神了，望陛下恕罪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江开，你献上的此物颇为奇特，阮爱卿已向朕禀明其用途。不过赵爱卿，你为何也一同前来？陛下，臣要状告江开，他私炼此等不明毒物，我儿赵霸偶然得见，想要呈报衙门为民除害，但却遭其毒手。现在他更是将此毒物呈现给陛下，其居心叵测。臣恳请陛下明辨贼人，为老臣做主。江开，面对赵侍郎所言，你有何话要说？此物当真有害？回陛下，赵侍郎所说之话，部分属实。哎，陛下，他承认此物有毒，请陛下赐死江开，以正国法。陛下，草民的话还没说完。方才我说赵侍郎所说之话部分属实，是指此物在使用或炼制过程当中，若有操作不当，的确产生毒物。先前万归英已和陛下说过，此物名为水泥，与水和砂石混合之后，且瞬间凝固坚实，在水泥融合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放热，若徒手接触极易烫伤，并且其产生的粉尘若吸入肺中，时间久了亦会造成损伤，此乃毒之所在也。江开，你既然知道此物有毒，为何还敢陷于朕前？就不怕朕治你的罪？水泥之力在于成型快且坚实，用于铸成事半功倍，此乃国之重器。其害处只需小心操作，谨慎使用便可避免，利弊相较，利大于弊。但我若隐瞒其害，才是真正的欺君之罪，
故臣不敢隐瞒。好一个欺君之罪！江开，你倒是坦诚。关于这水泥，朕觉得这水泥不但不是毒物，反而还是利国利民的神器。江开，你献宝有功，更兼坦诚敢言，朕心甚慰。陛下，不可呀！此物确实有毒，而且江开居心叵测，且他还杀害我儿。赵爱卿，朕自有决断。你这是在质疑我？臣不敢。江开，听封。臣在。朕封你为工部员外郎，赏黄金1000两，宫内珍藏10件。即日起，全力督造水泥，用于加固城防、修筑官道，不得有误。臣领旨谢恩。陛下，陛下三思啊！江爱卿，你可还有所求？陛下，臣也有冤情要申，请陛下为臣做主。你有何冤情？臣要状告兵部侍郎赵田，纵子行凶，其子赵霸光天化日之下强掳臣妻，意图不轨，更分困3处，且欲实施酷刑。臣为救家人，被迫抵抗，失手之下击杀赵霸。赵田不思教子之过，反而挟私报复，污蔑水泥有毒，践踏臣的爱国之心，更僭越其职，带兵围剿草民，欲伤微臣性命，求陛下明鉴了。陛下，此子血口喷人，我儿只是想为陛下解忧，老臣也只是想为儿讨个公道，绝无挟私报复之嫌。陛下圣命，千万不要被此子的花言巧语所蒙蔽。我赵家世代忠良，忠于朝廷，忠心耿耿，对百姓也是爱护有加，绝无可能做出此等事情。爱护有加。陛下，此乃京城数百名受赵霸欺辱、被赵家打压的百姓联名所写的请命书，其上详细记录了赵霸多年罪行，以及赵侍郎包庇纵容、欺压百姓的种种罪行，请陛下阅览。赵田，这就是你说的世代忠良、爱护有加，还有何话要说？陛下，臣来人，将赵田革去官职，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是，陛下，陛下，走好啊，赵侍郎。江爱卿，你受委屈了。赵田父子罪有应得，依爱卿看，该如何处置赵田，才能平息民愤，以儆效尤？陛下圣明，依臣之见，应治赵田，以其九族之罪。江爱卿，你这心倒是比朕想的还要狠上几分。陛下，斩草须除根，这赵家势力庞大，盘踞京城多年，党羽众多，若不彻底铲除，日后有他人报复，寻衅滋事，臣可不愿自己的家小被他人窥视。况且，陛下天眼圣达，赵家所为，陛下岂能全然不知？如今罪证确凿，臣也只是给陛下一个清算赵家的借口罢了。用水泥引起朕的注意，再联名请命，借朕清算赵家，心思缜密，胆识过人。江开，朕越来越欣赏你了。臣不敢。赵田一案便按你所言，以其九族。江爱卿，回去好生督造水泥，朕对你寄予厚望。陛下放心，臣定当竭尽全力，为陛下分忧，为国家效力，定将水泥督造之事妥善安排。下去吧，任命和奖赏明日就会送到你府上。谢陛下，臣告退。福公公，
你觉得江开这人如何？陛下，这江开从边陲小村出身，救了知州阮听，才被送入京城。奴才本以为这不过是个好运的平民，不曾想此人武功高强，打伤了赵霸。今日一见，更是能言善辩，洞彻民心，心思胆识皆非常人。此人若是能用好了，当是一大助力。现在朝廷正值用人之际，福公公，你派人盯着江开，看看此人到底能否为我所用。是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那赵家？赵家已被陛下赐入天牢，并且遗弃九族。陛下还封赐我为工部员外郎，所以从今天起，在这京城里没人敢再欺负我们了。真的？辛苦夫君为我们奔波劳碌。哎，说什么呢？这是我应该做的，保护你们本来就是我分内之事。况且如果没有望归帮我把水泥呈给陛下，还有你们这2天辛苦奔波的请愿书，这个事儿啊，也不会那么容易。所以最大的功劳肯定是你们的。姐，你受惊了，这2天有时间，为夫好好安慰你，可好？啊，夫君，你可不能偏心。那既然要安慰，可不能只安慰姐姐一人。望归，你的意思是？那不如夫君来抓我们吧，抓到几个，那就算几个了。行啊，好啊，玩游戏啊。那开始吧，3、2、1，跑！夫君！夫君，有动静。夫君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来了一位不识趣的客人。简言王归，你们先躺着，我去会会这位客人。夫君小心。搞定。年轻人火气别这么大嘛！宫里那位派你来干嘛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哦，看来真是宫里那位派你来的。王归，把他关进柴房里，嘴巴堵上。放不放他，等我回来再说。夫君，回来？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？放心，我去宫里和陛下谈谈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起来！陛下，别挣扎了，别出声。你也不想自己这样被别人看到吧？江开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怎么进来的？臣怎么进来的不重要，臣自有手段。今日来呢，是知会陛下一声。臣只想和家人过好自己的日子，陛下不必操心，也请陛下管好自己的人。臣最讨厌别人窥探自己的家小，若再有人鬼鬼祟祟出现在我府，臣就不是这样心平气和的来谈话了。朕知道了，不会再派人监视你了。陛下圣明，那臣就先告退了。等一下，我是女人的事情，不许说出去。陛下，您这女儿身的事情，臣没有兴趣对外宣扬。
毕竟您平的跟门板一样，也看不出来您是女人。你江开，哦，这娘们记仇啊！工部员外郎江开啊，臣在。你所制水泥关乎国防民生，事关重大，应当全力督造。其余各部门应该全力支持，不得有误。臣等遵旨。陛下，臣有一言。讲。陛下，水泥此物臣了解过，确是奇物，但水泥制作消耗人力物力非同一般。且今日第5国使臣便要入京议和，此时若大兴土木，是否劳民伤财，更显得我国议和诚意不足。臣上书，议和不是停战，在未正式签订盟约、刀兵入库之前，防范岂可松懈？爱卿所言，莫非是觉得我朝边防可以儿戏视之？至于这议和的诚意，我肯接见他们的使臣，就已经是最大的诚意了，还望臣上书慎言。老臣失言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福公公，召第5国使臣进来吧。这宣第5国使臣进殿。陛下，第5国使臣乌巴鲁参见天宫王朝皇帝陛下。使臣远道而来，一路辛苦。此番来朝都，只是为议和一事而来，使臣不妨有话直说。陛下，其实我们的条件很简单，想停战，只需天宫王朝割据3州16城，每年奉上岁贡黄金10000两，布匹100万即可。放肆！你们第5国无端挑起战事，侵扰我边境百姓，如今不过是恫吓2句，便要让我天宫王朝割地赔款，痴心妄想！实在是欺人太甚！哼！使臣，贵国惠民想的也太美了吧？陛下，我第5国兵强马壮，战无不胜，肯给你们一个议和的机会，已经是大发慈悲，强弱分明。你们吃点亏，这是理所应当的。强弱分明？我看你第5国也没有踏入我天宫王朝边境半步了。陛下，这就是一群在我们家门口狂吠的无能之辈罢了。不过有一点，他们做的确实比我们好。你们的狗养的是真不错，这一个个叫起来都如此的响亮。狂妄之人，安敢辱我第5！使臣，我以礼相待，你们却在殿上这般行事，许是有些目中无人了。既然贵国对我们双方的实力没有一个清楚的认知，不如我们比试一场，你们可敢接受啊？好，朕倒要看看你们第5国有何能耐。好，陛下爽快，这次比吾弱我方胜，割地赔款议和之事便按照我方的规矩。若你方败了呢？若我方败了，我第5国立刻退兵，永不进犯，并且每年奉上良驹1000匹，珍宝100箱。好，朕便与你赌这一局，明日便开始。陛下英明，我等告退。王爱卿，臣在。明日的比试，务必要打赢他们，明白吗？遵旨。都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
老爷今日在朝堂上劳神了，奴婢给您按摩可好啊？还是静白贴心。老爷，明日的武斗需要你出手吗？陛下没说，最好是不需要我动手吧。静白的手艺越来越好了，要不换我给你按？陛下，今日的比试按照我们约定好，双方各派3人，1对1，直至一方无人出战即止。第1场，我方由阿拉基先上场。准。哈哈，谁来？哼！陛下，臣张猛，愿打头阵。准。这位是军中骁卫张猛，武艺精炼，精通百般武器，1等1的高手。兄弟，剑不长眼，请赐教。陛下，这看来第1场是我们赢了。下一个，哼，不过只是有些蛮力，让老夫来会会你。还有谁？库拉法，你上。哼，你让老夫来看看你的实力。只会跑来跑去的怂货一个。老头，你功夫不错，可惜你老了，应该好好在地上躺着。还有谁？臣愿为陛下出征。等一下，江开，这最后一场，你来。陛下，他只是个文臣，怎能让他上？陛下，让一个文官上场是存心投降吗？喂，听不懂吗？我来做你的对手。虽然我是个文官，不如他们力气大，但是也略懂一点拳脚。细皮嫩肉，我派拳给你打碎了。碎不碎的，试试就知道了。来。继续。混蛋，你是虫子吧？不过是对你刚刚的拙劣演技略作模仿，懒得跟你们浪费时间。你一起上。少嚣张！阁下好身手，你俩一起来。承让。乌巴鲁使臣，看来是我天宫王朝胜了。侥幸罢了，我们不服，有本事再来一场团斗。我天宫王朝无所畏惧，明日必叫你们好看。我们走。哼，打得不错，替陛下分忧。看来这第5使者输不起啊！明日团斗，还望众爱卿认真准备。遵旨。他还跟我们皇帝说什么？说我们国家没人了。哎，我们的武将上去笨得要死，2巴掌被人打翻了。于是皇帝陛下让我去，我上手咔一下就给他干死了。哎，一招解决了第5国使臣。
夫君好威风呀！嘿嘿，你夫君这么威武的情况下，是不是有点奖励啊？那夫君想要什么奖励啊？今天也不废话，本次智斗一方出一题，谁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解开对面的题，就算谁赢。此乃我国巧匠所制的千机锁，这便是我方的题目。这便是我方的题目，请。现在比试开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我认为此处是关键。这完全摸不到一点头绪啊！这该怎么解呀？要不让我看看？江员外郎，我承认你武力超群，但此乃精巧之物，实木打造，这光靠蛮力可不行。我给你一脚！哎，开了！你怎可如此粗鲁？这不是破解，是破坏！破坏！你说把它打开，又没说怎么打开。我刚才只是用我的超级智慧告诉我自己，可以使用超级力量打开它。你这是强词夺理！哎，开没开？还不服？哼！好一个超级智慧，不错，够高效。使臣，看来胜负已分啊。第五国不会输不起吧？不行，这把不算，他钻了空子。明日团斗再见分晓。那又何妨？明日恭候大驾。走。江开，明日团斗，朕期待你的表现。臣必不负所托。最后一场团斗乃是狩猎，双方各出4人入林狩猎，时限3个时辰，猎物多者胜。江开、张猛、王尚书，你们3人理应上场。至于这最后一人，陛下，这团斗讲究的是配合与统帅，这最后一人不若您亲自上场，这也算让我们一展你们天宫王朝的风采呀！哎，陛下乃万金之躯，岂能涉险？怎么？难道陛下与臣同奸的勇气都没有吗？这么低劣的激将就不要用了，跟我比，你不配。不过朕今日心情不错，活动活动筋骨也好。福公公，为我准备武具。诸位爱卿，朕的安全就靠你们了。臣定会护陛下周全。是陛下。使臣，开始吧。希望你们这次不要赖账才好。按计划行事。明白。走。陛下还有这手？陛下乃真龙天子，琴棋书画、骑射御城，无一不精。一只兔子还不是手到擒来？和你们3位武功高手比，算不了什么。不过，江爱卿这一手寻踪变技，倒是让我惊讶的很。陛下过奖了，区雕虫小技，不足挂齿。不好，这皇帝还真不是花架子。哼，那又如何？准备动手。嘿，这引兽香味道一散，到时候附近的野兽都会聚集过来，够他们喝一壶的。成了，我们走，
让他们好好享受享受。虎啸，陛下，这东西不好对付，我们得尽快撤离。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欢迎使臣归来，时限未到，还请入座休息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计划很顺利，这会儿估计他们都被猛兽吃干净了。这陛下，这迟迟未归，这眼瞅着时辰就快到了，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这深山老林里的猛兽可不少啊！陛下若有闪失，各位还请慎言。朕若是陛下无法返回，按照规矩，这第3场可得算我们赢，让各位使臣失望了。确实在路途当中遇到点小麻烦，不过也正好狩猎到一头巨虎。使臣，这下你可服了？服了。第3局是贵国赢了。福公公，好生安置诸位使臣，明日便送他们回国，汇报这个好消息吧。老奴遵命。谢陛下。今日这事多亏你了，没想到你一个人还能应付这么多猛兽。我说过我会保护好你的，不过今日之事，我觉得倒像是第5国使臣干的，还是要多加小心。议和估计是不行了，不过也能拖些时日，还能用水泥加固城墙，修筑堡垒，等路面修好，物资运送也快一些。这又是你的一功。那陛下这次赏赐我些什么？不如赐我点金银珠宝，我不嫌多。嫡喜！亲爱的陛下，晚上好。陛下，没想到吧？这儿有我们这么多人。确实是没有想到，你为何会潜入这么多人？朕还要感谢你们那位已故的兵部侍郎赵田大人，他去世的时候，特意把你们天宫王朝的布防图交给我们，不然我们可偷渡不进这2000人马。老东西死了也不让人安生。第5国的勇士们，为了第5国，杀死天宫皇帝！万岁！万岁！乌巴鲁，今日我死了，你也别想活。陛下，这我当然知道。可是，我压根儿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这可是我们机关算尽才布置好的计划。只要你死了，我们第5国就能吞并整个天宫王朝，第5国就能成为整个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。机关算尽？那你有没有算到，今天我会杀了你们这2000人呢？我全家老小都在京城里，我不会让京城乱起来的。李小云好感度突破，奖励剑圣技能。陛下，陛下受伤了，哎呦，刚刚那个微风药呢？刚刚是刚刚啊，杀敌归杀敌，疼归疼啊。这次重击死伤了不少大臣，可多了不少要处理的事情。不过也多亏了你，起码没有全军覆没。那陛下这次打算赏赐我点什么？